上集说到，在帕梅拉的运作下，他的儿子成功的脱了罪。为了能让民众们改变公子哥的形象，帕梅拉打算在1年1度的创始人纪念日上，让儿子登台演讲，好让他借此机会与群众们拉近些距离。可这对母子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有一个大大的惊喜即将到来。很快，创始日的活动开始了。达里尔和卡玛等人今天还没有离开，所以也是留了下来参加活动。而在广场中央，尼尔顿家族等一些高层走上台子，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帕梅拉的威望再次高涨，民众们纷纷为他鼓掌。People of the Commonwealth, are you ready to witness a battle for the ages? 随着主持人的话音落下，擂台上开始了无比精彩的摔跤节目。在娱乐项目不多的末世，这个节目无疑是最吸引人的。台下的观众们个个都看得热血沸腾，纷纷为自己喜欢的选手加着油。相比较而言，几个搭建舞台的工人就悲催了，他们身份卑微，除了要工作外，哪还有时间去观看节目？心里不免有些遗憾。其中一个男人倒是比较乐观，他已经购买了彩票，现在就寄希望能够听到舞台上念他的号码。就在他们说笑的时候，围栏被打开了，2道身影走了进来。Can we help you? 来人正是兰斯的2个心腹，他们应该是要趁着活动制造混乱，从而去营救兰斯。只是可惜了这几个无辜的工人了，白白遭受了无妄之灾。半小时后，擂台上的摔跤节目已经结束，一个名叫死神的大汉赢下了这场比赛，全场的观众纷纷为其喝彩。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彩票抽奖环节，台下的观众都幻想着自己能够中大奖。主持人将麦克风递给了帕梅拉，他没有开始摇奖，而是先称赞了联邦的勇士们，向他们表达了衷心的感谢。群众们也是纷纷鼓掌，向墨瑟表达敬意。接着他继续说道，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的儿子塞巴斯蒂安准备了几句话，想和大家分享分享。周围的观众听到帕梅拉把自己那纨绔儿子抬出来了，掌声顿时小了许多。他们都太清楚他儿子是什么样的，甚至都有人当场翻起了白眼。公子哥走到擂台中央。 Thank you. It is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to celebrate the 才讲了2句，这货就磕磕绊绊地停了下来，因为他感觉相当的不习惯，这么板正的说话并不是他的风格。场下的观众看到这一幕也都鄙夷地望着他，帕梅拉瞬间便觉得面子有些挂不住了，他真是恨铁不成钢。公子哥见冷场了，索性合上了文稿说道，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对我印象都不太好，我也知道我自己或许罪有应得，想要赢得你们所有人的信任，不辜负我继承人的身份，那将要走上很长的一段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这个地方对我的意义，但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会抱着虔诚的心把民众放在第一位。他的态度谦卑，显得很是诚恳，哪里还有平时那嚣张跋扈的样子，似乎真的让人觉得他在慢慢改变。麦克斯就这么冷冷地看着他，心中对他讲的话不屑一顾，而帕梅拉则点点头，欣慰不已，还好没有太过于丢脸。而与此同时，麦克斯转头看向了尤金。收到信号后，尤金果断地按下了播放键，这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所有人都无法预料。That the whole American dream is still real. You know, anything's possible outside of our station. It's a freaking joke. The reality is, the poor stay poor's the rich want. The game is rigged. There are no bootstraps to pull. There's no champagne in the lottery winners. 这一刻，公子哥也反应过来了，麦克斯这个女人竟然给他设了局。他气急败坏地直接冲了过去，帕梅拉脸色难看地让士兵去把录音关掉。被欺骗的民众们怒了，纷纷朝着台上丢着东西。而麦克斯还在朝着人群外逃去，他一个女孩子不可能是公子哥的对手。可跑着跑着，前方的人群中响起了惨叫声，紧接着他便看到好几具丧尸朝着街道走来，正是那几个死去的工人。麦克斯也被吓到了，不知所措的他只能跟着其他人一起往回跑。混乱中，公子哥一把便抓住了他，但很快又被挣脱开了。街道上到处是惨叫声和混乱声，有几个倒霉的民众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丧尸给扑倒了。而在广场擂台上的人也很快发现了远处的不对劲，墨瑟用对讲机呼叫支援后，便打算过去清理丧尸。You six, come with me. Secure the governor until you hear directly from me. Where are you going? You're supposed to protect me.
My job is to protect the Commonwealth now. 广场上的混乱还在继续，这些民众一直生活在围墙里，哪见过这场景？有好几个民众都被咬了，而以西结他们也开始保护着孩子撤离。达里尔也拉着朱迪斯打算去到安全的地方，可很快他俩便被逃跑的人群给冲散了。见到朱迪斯不见了身影，这可把弩哥给急坏了。这时朱迪斯看到了一个丧尸，现在的他面对丧尸居然有了害怕的情愫，看来安逸的生活过久了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好在关键时候达里尔一枪就放倒了丧尸。朱迪斯见状便向弩哥要起了父亲的手枪，他要重新振作起来，回到以前那个敢于拼杀的小战士。公子哥穿过混乱的人群，终于是抓到了麦克斯，怒骂了几句后，他看到一旁有只丧尸朝着他们这边走来，顿时一个邪恶的念头出现在了他的脑子里，接着他直接一用力，便把麦克斯推向了一旁的丧尸。麦克斯惊恐的大声尖叫着，他从没有面对过丧尸。不远处的尤金看到了这一幕，上去就是一个野蛮冲撞，直接把丧尸撞在了公子哥的身上。讽刺的是，周边围观的群众很多，可就是没有人敢上去帮忙，可见这货平日里有多不招人待见。尤金也不管他，直接带着麦克斯逃离了这里。公子哥现在才知道，自己平日里那所谓的高级军事训练有多可笑，现在面对丧尸他只能胡乱的求救。说到底，他就是有个当州长的妈妈而已，可丧尸才不管是谁的儿子，到了我的嘴里就是我果腹的口粮。最终丧尸咬向了公子哥的脖子，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广场，真是恶有恶报。接着枪声响起，不曾想出手的居然是朱迪斯，只是晚了一步，公子哥已经回天乏术了。10分钟后，大批的士兵支援了过来，他们开始快速地安抚着民众。尤金拉着麦克斯还在逃窜，他们两个让米尔顿家族名誉扫地。事后帕梅拉肯定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可跑着跑着，麦克斯被人群给冲散了。等尤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对方了。Sorry, I thought you. You're the one who killed him, Sebastian. No. 就在他焦急寻找的时候，达里尔一把便将他拉住了。他知道尤金这次闯了祸，特别是还间接害死了公子哥，他得把好兄弟给藏起来。2个小时后，丧尸危机已经平息了。帕梅拉看着儿子的尸体，没有想象中的歇斯底里的嚎啕大哭，就这么平静地看着他。诺瑟想送公子哥最后一程，避免对方尸变，但被帕梅拉给拒绝了。他表示，除非他下令，否则谁都不能这么做。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对诺瑟说道：“我并不是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归根究底，他是我的儿子。不管外边的人们怎么看他，我都只想着帮助他。亲情本就不是理性能够说清的，你自己也明白。麦克斯跟了我10几年了，一直都对我很忠心。我想这次他也只是一时糊涂吧。如果你能抓到尤金，我们就能拿他杀鸡儆猴，也可以给麦克斯脱罪。”其实帕梅拉一直都很聪明，他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因为他需要诺瑟。诺瑟这种人之所以能对他言听计从，就是想给他妹妹一个安定的生活。这一点帕梅拉自然清楚，权力在他心中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士兵们开始了全城搜捕尤金，甚至和他有关的以西结等人也全都被抓了起来，等待审问。